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笑不活了，诚意社交牛杂症神回复：这是馋火锅了吧？网友的创造力有时候真的精准到让人怀疑是不是装了摄像头。最近，诚意等于社交牛杂症这个新标签悄然走红。所谓社交牛杂症，就是把社牛和社恐完美融合在同一个人身上，在熟悉的片场，它是活跃气氛的快乐源泉，一旦离开安全区，立刻变成有点拘谨、反应慢半拍的小社恐。而诚意刚好是这个词的最佳代言人。网友们用表情包做出的对比图更是神还原，一边是话多爱笑、状态放飞的片场诚意，一边是安静站着、略显局促的场外诚意。不能说像不像，只能说完全一致。这一刻，大家终于明白了什么叫这届网友真的懂。但真正把社交牛杂症送上热搜的，还的是诚意本人的神级反应。当他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时，明显还没来得及理解这是个形容社交状态的网络用语，大脑就已经自动跳转到了美食频道。他一脸认真地问：什么社交牛杂症？这牛杂我还是挺喜欢吃的，为什么不多叫一点？火锅里食材不是多一点更好吗？一句话直接把社交理解成了点菜。网友当场笑道：师生这哪是理解偏差，这分明是擅自先一步接管了大脑。熟悉诚意的人都知道，他平时对身材管理非常严格，饮食自律到近乎克制。也正因为这样，只要片场出现可以吃的东西，他那点藏不住的小期待就会瞬间暴露。有一场戏需要煮饺子，拍摄结束后，诚意第一反应不是下戏休息，而是转头问导演：这个饺子能吃吗？等会儿我自己吃了吧。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神里全是期待，语气认真的像是在商量一件大事，生怕被拒绝。还有一次，片场有人炖羊肉，诚意站在一旁盯着锅，犹豫了半天，终于忍不住开口：这羊一般炖多久才能熟啊？问完还不放心，又补了一句：也不能炖太久了吧？那副又馋又克制，还要努力显得自己只是随便问问的样子，直接把网友萌翻。甚至还有人特意总结成诚意语录：如果你想吃羊肉，你不能只说你想吃，你要说也不能炖太久。更好笑的是，有一场戏拍摄时，对面的演员就在他面前吃羊肉，诚意在开拍前就提前嘱咐：给我留一块啊。等戏一结束，他立刻确认那块羊肉的归属，执行力堪比抢红包。看到这些片段，谁还能忍住不笑？但笑着笑着，又忍不住有点心软。正是因为长期为角色和状态严格自律，诚意才会在面对美食时流露出这样毫不设防的孩子气。他不是故意搞笑，而是真实到连馋都懒得隐藏。也正是这种真实，让社交牛杂症这个标签变得格外可爱。认真拍戏时全情投入，私下里却因为一顿火锅、一锅羊肉就破防。这样又敬业、又好笑、又真实的诚意，谁看了能不爱呢？